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惠子。今天开始来介绍一下宝可梦特别动画破晓之翼的内容，我直接先讲第7集。首先开场就是所有馆主们对丹帝的评价，他的性格在这里很好体现了出来。欧尼奥非常害羞，聂子则非常霸气的拒绝接受采访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他们都一致认为丹帝是一位强大的训练师。医院中，汤米和约翰也是丹帝的粉丝，平时他们俩时常有观看丹帝的比赛，私下还模仿着丹帝的招牌动作。当约翰收到比赛邀请信时，内心自然是乐开了花，他们甚至已经幻想出了见到丹帝的场景。医院护工叫醒了睡过头的约翰，其他小孩已经搭上空中计程车前往比赛现场了，他现在已经落后了，听说要迟到，约翰急忙跑了出去，全剧唯一指定男主大叔正在等着约翰。约翰坐上车，甘凯亚便朝着目的地高速飞了起来。约翰向窗外望去，加勒尔美好的景色尽收眼底，不得不说确实挺美的。但随即他就在一处悬崖上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背影，丹帝，还以为自己眼花了。约翰眨了眨眼睛，确认自己没看错之后，让司机大叔赶紧掉头。另一边，在比赛现场，医院护工发现少了个人，约翰到现在还没来集合地点，他们赶紧去联系相关人员。同时秘书奥利威告诉洛兹会长，丹帝也不见了。那么丹帝到底去哪儿了呢？原来他迷路了，跑到高处想要寻求帮助，好在约翰看见了他。丹帝想要尽早去竞技场参赛，于是想要骑着冈凯亚先行一步，但是经过冈凯亚的提醒，丹帝便邀请约翰一起乘坐冈凯亚前往竞技场。约翰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和崇拜的冠军近距离接触，还一起乘坐冈凯亚，内心激动的不行。丹帝还贴心的给约翰戴上了护目镜，并且问候了约翰的身体状况，接着又告诉他自己也常常睡过头，让其不必着急于赶路。接着丹帝让冈凯亚放开速度使劲追，冈凯亚于是加速在各种复杂地形中穿梭，这种感觉是约翰不曾经历过的，这让他爽得开怀大笑起来。不得不说，丹帝实在太会聊了。丹帝这边玩得开心，可是会场那边乱成了一锅粥，主角丹帝不在，比赛还怎么打？不过洛兹会长并不慌张，仿佛早就料到丹帝会以一个意外的方式登场一样，他让灯光直接往天上打去，于是丹帝就这么骑着冈凯亚平稳落地。这种登场的方式让众人激动不已，但是大家也看见了，在丹帝旁边的约翰纷纷不解，丹帝是为了接这个小孩而迟到的吗？丹帝鼓励约翰，你的梦想不应该只是看我对战，而是应该早日成为训练家，打赢我。听到这话，约翰顿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而丹帝的老对手奇巴纳早就等不及了。丹帝摆出了经典 pose， 对战正式开始。而观众席上也有一些老面孔，比如约翰的好朋友汤米，还有幽灵系馆主欧尼奥，洛兹会长的狂热追随者比特，丹帝的青梅竹马索尼娅也到场了，他看出了丹帝非常开心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场外人物在观看直播，比如坚丁镇的玛丽和聂子，赫普也在家中抱着羊看电视。对战开始，奇巴纳的年美鹿龙用冲浪对付丹帝的尖盾剑怪，但是效果不好，被对方一招双刃头锤反杀。奇巴纳派出沙漠蜻蜓，使用大敌之力将刚系的尖盾剑怪击败，接着沙漠蜻蜓又被多隆巴鲁托使用龙剑直接锁定打倒，多隆巴鲁特还未得意一会儿就被奇巴纳王牌钢铝龙使用龙心群干掉。最后丹帝拿出了自己的王牌喷火龙，并且进行超级巨化，超级巨喷火龙和超级巨钢铝龙开始大战。这段对战作战之流畅，就连 XY 也比不了的，制作组着实有钱。看着这精彩的对战，约翰受到了极深的感触，也决定当上训练师，未来和丹帝对战一场。但是这个愿望不会实现了，因为对战过后不久，一位红衣少年和绿帽少女找司机大叔搭车，从服装可以看出，这俩就是游戏主角，也就是我们。之后的事情就不用说了，丹帝惨遭主角暴打，主角当上冠军。以上就是破晓之翼第7话的内容了，不得不说真的好看。